王爷，过来嘛！今天人家就要在这里吗？小妖精，别乱动！可我捉到你，怎么惩罚你？你好骚啊！竟然在你姐姐的灵堂前跟姑偷情！既然要追求刺激，当然要贯彻到底了。我躺在沈清堂的棺材上，跟他的未婚夫欢好，他终究是输给我了。我不单要在沈清堂的灵堂享用他的男人，还要让他亲眼看着。哐当，棺材板猛地飞起，噌，一道身影从棺材里跳出来，女人落地发出惨叫声。闭嘴！个人吓得冷汗直流，瞬间晋升。沈清堂拍了拍有些褶皱的衣裳，同时整理着脑海中的记忆。他22世纪中西双修军医，研制高科技医药器材时意外身亡。如今这具身体是跟他同名同姓大圣朝丞相府大小姐，唯一疼他的亲生母亲短命早死，老爹严苛，续弦后娘恶毒，亲母救驾有功，给他求了一门亲事，当朝太子的正妃。原以为可以用太子妃之位保住他一世的荣华富贵，殊不知成了他的催命符。只有他死了，其他人才能光明正大的坐上正妃之位。而眼前偷情的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的未婚夫当朝太子盛玉，另一个是觊觎他太子妃之位许久的庶妹沈清幽。理清思路后，沈清堂一步步朝两个人走去。你是人是鬼？没睡醒，我让你清醒一下。处于震惊中的沈清幽压根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簪子扎进肉里才开始嚎叫。但他的嚎叫还没发出，沈清堂反手吧嗒一声直接陷了他的下巴。大半夜的鬼哭狼嚎会吓坏隔壁小孩的，你不是让我看着你们俩偷情刺激吗？来，继续啊！沈清幽扭动身体想逃，但肩头被沈清堂死死地扣住，动弹不得。插湿了，快来人啊！他扯下耳朵上的耳坠子，咻的一声打击在盛玉的小腿上，扑通一声，盛玉摔了个狗吃屎。沈清堂拖着像死狗一样的沈清幽往门边走。原主名义上是暴病而亡，但他知道肯定是跟这两个人脱不了干系。他将沈清幽狠狠地推砸在盛玉的身上。给我动起来，不许停！盛玉默默挪动身体，同时看向屋外。他多希望有人听到这边的动静能过来救他呀。他的腿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鬼缠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他为了跟沈清幽追求刺激，屏退了所有人，还让下人们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来打扰。所以这一下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动作快点儿，肾虚肾亏，还学人家偷情。贱人，都是你勾引姑！两人扭打在一起，直接昏死在地。狗咬狗。他正准备离开灵堂，一道带着血腥味的阴风吹过来，还不等他逃避，他的身体再次跌进了棺木中，棺材板重新盖回了头顶。男人突然伸手扯开了他胸口的衣裳，沈清堂立马扬起手中的金簪朝男人刺去。别动，我毒素发作，外面有杀手。这时一阵脚步声逼近灵堂，从脚步声来看，外面至少有10个人。这具身体太过柔弱了，方才只是对付沈清幽和盛玉就有些浑身发软，根本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，所以他选择收敛气息。稀稀疏疏的搜查声响起，棺材中的两人大气不敢出，但沈清堂明显能感觉到贴着他的男人的体温在渐渐升高，他的气息也越发沉重，而外面的脚步声还未离开，并且正逐渐向棺材这边靠近。男人直接将脑袋埋进了沈清堂的颈窝里，隐藏所有的气息。这个女人身上的味道好香，而且能压制她身上的毒素，让她浑身的躁动都被压了下去。他控制不住的想贴近她，甚至想狠狠地咬上一口，但理智让他忍住了。沈清堂双拳握得紧紧的，他跟棺材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呢。先是在棺材里看着未婚夫偷情，现在又在棺材里被狗男人猥亵。正在沈清堂暗暗嘀咕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哒哒的脚步声，是神府的人听到动静来了。外面正准备搜索棺材的杀手听到动静，撤！二小姐，太子殿下受伤了，快来人呐！危机解除，沈清堂立马抬腿朝男人踹去。老色批滚！够狠！他只留下这么一句话，便揭棺而起。
棺材板第2次被弹飞，男人的身影消失得极快，沈清堂才从棺材里跳了出来。狗男人，再让我遇见你，我非得小皮鞭伺候你。啃脖子算什么？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变态。他的死而复生让神符再次混乱，但沈清堂没有理会他们，凭着记忆回到了他的海棠院。沈清堂眉头紧锁地走进房间，屋内的家具倒还算是齐全。他默默走到梳妆台前，铜镜里倒映出他的模样。我屌，丑逼啊！丑的都对不起读者，这脸得要治好。随后他又伸出手给自己把脉，身中3种剧毒啊！暗害的招数可真脏，既然由我接手这具身体，那这一次呢，我要看清所有丑恶嘴脸，亲手跟每个敌人一个大逼斗。同时他把脉的动作让他注意到了手腕上白玉手镯，正是研制这东西发生爆炸，他才会来到这里的。没想到百宝箱也跟着一起来了，若是这百宝箱能够正常使用，治疗这张脸简直是轻松拿捏，身体里的毒也不在话下。于是他立马用簪子划破手腕，让血将手镯浸染，白玉手镯吸收了鲜血，缓缓变成了红色。忽然一阵红光闪过，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等他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，他已经来到一栋3层的别墅。他站在3楼往下俯瞰，一汪看不到源头的清潭，他直接从3楼跳跃而下。他沉入水中，一股暖意侵袭全身，几秒的深潜后，他冒出了脑袋，手腕上的伤口消失了。他惊喜地笑了，这是有治疗效果的灵泉啊！百宝箱研制成功了，所有功能都跟预期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一个地方用。他在空间里整理了一会儿才回到房间，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姐，你可千万别犯傻呀！沈清堂立马打开房门，一个15、16岁浑身血气的丫头站在门口。凭借记忆，沈清堂知道这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贴身婢女小诗。小诗看他好好的站着，眼眶通红的将他抱在怀中。小姐，虽然两人名为主仆，但情同姐妹。别哭，人生苦短，报仇刻不容缓。说罢便拉着小诗往外走。小姐你要去哪儿？去赏他们爱吃的大嘴巴子。谁打的你啊？是文妹身旁的厉嬷嬷。文妹，她文左青龙右白虎，我也是照打不误。沈清堂气势汹汹地带着小诗直奔继母文妹的院子，而此时文妹的院子里，什么？那小贱人分明已经断气了，怎么又从棺材里跳出来了？夫人，莫不是有脏东西？不管有没有脏东西，那小贱人都必须要死，不然1个月后就是他跟太子定下的成婚之日，太子妃之位只能是悠悠的。夫人说的没错，沈清堂不配。话音刚落，啪嗒一声，一颗石头弹射在厉嬷嬷的嘴上。老登，张嘴就来，你是心高气傲，动我的人你是生死难料。哐当一声，沈清堂直接踹门而入。沈清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院子里的4、5个下人全都朝沈清堂和小诗围了过去。小姐别怕，小诗会保护你。无所谓，我自会出手，他们自会出兵。一巴掌抽打在下人的手腕上，如意棒狠狠抽打在他们的身上，下人们四肢抽搐着倒地。沈清堂扛着他的如意棍，一步一步逼近文妹和厉嬷嬷。大小姐，你想弑母吗？母？小王八走读憋不住笑了啊！我娘坟头草都3丈高了，你算什么母啊？我定你老母！他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扬起如意棍抽了过去，棍子成功击打在厉嬷嬷的身上。秋天快到了，第一份爆炒栗子准备出炉。他用棍子将厉嬷嬷翻来覆去的击打，文妹不敢上前，只能尖声大叫：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来人呐！他的尖叫很有用。沈清堂的老爹沈明义带着府上的一队侍卫冲进院中。逆女，你还不快住手！沈清堂将手中的棍子直直朝文妹抽去，这一棍子狠狠击打在他的屁股上。沈清堂转头看向了沈明义，你让我停下来我就停下来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你从前在外面胡闹也就算了，如今竟然在家里发疯，我今日若是不惩罚你，还不知道日后你会犯下什么大错。来人呐，上家法！他一声令下，侍卫便拿出了一柄鞭子，他握着鞭子一步步靠近沈清堂。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动手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哼，我这个当爹的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柄鞭子也是我娘的吧？用我娘留下
下来的鞭子打我，你就不担心我娘从棺材里爬出来要了你的命？你可别忘了，沈家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你简直反了你！他最讨厌旁人提起过去，每每看到沈清堂，他就会想起从前那段不堪的日子，所以这也是他明知沈清堂在府上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，也不曾理会的其中一个原因。至于另一个原因，当初姜唐为了掩盖未婚先孕的丑事儿，才会那般帮他。他娶姜唐进门，姜家助他上位，本就是应该的，他根本不欠姜家。他手中的鞭子即将触碰到沈清堂时，沈清堂一个侧身躲开了鞭子。沈清堂叫你爹干嘛？哦，说错了，爹在这儿呢，别叫啊！哎呀，又说错了，嗨，反正都一样。老东西，你想咋的吧？你疯了你！一般般的我一般般的疯，你不该拿的东西，我会让你全部都吐出来。看着沈明义的态度，沈清堂有理由怀疑姜家的事跟他有关。沈明义听到他的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心虚的冲着旁边的侍卫喊：抓住他，将鞭子抢回来！沈清堂一挥鞭子，直接抽打在沈明义的肩膀上。逆女！我现在是太子未婚妻，事后的太子妃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虽然沈清堂很厌恶圣玉，但借用他的名头威胁沈明义也是不错的。你说不出一句话，他暗想，沈清堂这个草包突然变得如此狠辣，难不成是知道了姜家的事，还有他的身世？不能跟他对着干，得像当年解决姜唐一样，悄无声息的将他解决了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无论你做什么，爹都不会怪你。既然你想要你娘的鞭子，那就拿着吧。3日后是中秋宴，这3日你不许出门，莫要惹出祸事，这便算是对你的小惩大戒了。说完，沈明义便离开了院子。沈清堂冷笑一声，沈明义越装好人，他就越怀疑，他自会查出真相，让他付出代价。他将鞭子塞进袖口，镯子感应到，便咻的一声将鞭子收进了空间里。同时，他将刚才取到的沈明义的血扔进空间里，开始检测。若没有空间，他便无法这么快验证猜想。如今拥有这些高精密仪器，他只需要等待7天，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沈明义的亲生女儿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带着小诗往丞相府外走。主仆2人来到丞相府门口。大小姐，老爷吩咐了，不许您出门。你把他的话当成放屁不就好了？守卫一阵沉默，一时间他有些犹豫，要不要继续阻拦。沈清堂没有理会他，直接大步走出府门。他不由得庆幸，原主人从前做事就嚣张跋扈，所以就算他如今做出什么离谱的事儿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守卫连忙冲上前追赶，沈清堂回手弹出一颗石头，将守卫击倒。沈清堂直朝东西街走，因为从前姜家的府邸就在那条街。虽说姜家灭亡，府邸已经挪作他用，但他娘亲的坟还在府邸后山。想要查探清楚姜唐的死因，他得去坟头看看，指不定还能再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哎呦，沈家的霸王花出门了，赶紧躲远一点，不然一会儿他发疯啊，可动手打人呢。哟，长得这么丑还要出来吓人呢？我看霸王花走的路线好像是去摄政王府。不会吧，摄政王可是敢在金銮殿斩杀官员的活阎王。沈清堂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，直接来到了目的地。他抬头一看，牌匾上写着摄政王府。从前的姜府如今被拓宽成了当朝摄政王的府邸。摄政王盛其涵，先帝最小的儿子，权倾朝野的战神将军，但一场意外，双腿尽废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沈清堂径直走进摄政王府。天哪，霸王花疯了，他竟然真的去招惹摄政王！我赌1文钱，霸王花马上就会被大卸八块扔出来。我赌5文钱，1刻钟之内他必死无疑。霸王花不死，我直接裸奔。摄政王府压根儿没有守卫，因为没有人会自找死路的来阎王殿，所以沈清堂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进入了摄政王府。府上负责洒扫干活的下人看到他，但并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。既然你们不招待我这个客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沈清堂按照记忆中的路线，穿过摄政王府的游廊后宅，朝跟后院相连的后山走去。完了，沈清堂竟然犯花痴到王爷身上了。王爷正好在后山，他一进去恐怕会直接血溅当场呀。我们走远一点吧，不要被殃及到了。他轻车熟路的来到后山，很快便找到了姜唐的坟墓。小姐，您是来祭拜夫人的吗？不是，来挖坟的。小诗一脸问号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沈清堂已经挥
挥舞起锄头开干了。在小小的坟墓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小诗嘴角抽了抽，但他也立马跟着干活。两人这儿砰砰砰的挖动泥土，这动静缓缓传入被雾气笼罩的林海深处。烟雾缭绕的浴池中，男人锐利的眼眸猛地睁开。若影，杀！一声令下，一道黑影朝着声源处飞奔而去，手中的长剑同时出鞘，刺向沈清堂的后背。正在努力挖坟的沈清堂察觉到背后的杀气，侧身在地上翻滚了一圈，躲开了。哼，老六搞偷袭，不讲武德。若影没有回应他，只是继续放出攻击。沈清堂没有内力，就算格斗术厉害，也还是有些吃亏。他已经从空间里掏出了手枪，随时准备上膛开枪。铠甲勇士，我挖我娘的坟干你什么事儿啊？若影的表情微微变了变，短短几息时间，他已经给他取了好几个名字了。老六，铠甲勇士。但若影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减缓一点，因为王爷要杀的人，他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沈清堂见状，轻抬手臂，手指缓缓扣动扳机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极尽的力量攻击他的后背。靠，老六一个接着一个，他毫不犹豫地开枪了。这一枪是给第二次袭来的老六，因为他明显能感觉到后面来的这个人武功更高强。旁人是柿子挑软的捏，他是挑硬茬干了再说。因为是盲射迷雾，所以子弹只是擦过男人的手臂。下一刻，一双大手钳住了沈清堂不堪一握的细腰，熟悉的松木箱和宽厚的胸膛让他为之一愣。这怎么这么像棺材里的老色批？他来挖坟竟然又遇见了他命中带棺材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变态老色批长什么样。男人直接拽着他扎进了雾气下方的水池中，沈清堂向上一蹬就浮出了水面。他这一蹬让身旁的男人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老色批闲得蛋疼来威胁我，我一脚给你踹爆。沈清堂心中骂骂咧咧地抬起头，泛着水珠的男人侧脸撞入眼眸，精致的五官和流畅的下颌线让沈清堂以为自己看到了整容院的模板。但还不等他说完话，沈清堂呼的一口洗澡水直接喷洒在他的脸上。别以为长得帅身材好就可以耍流氓，我照喷不误。盛其寒太阳穴直抽搐，他在暴怒的边缘。他生平第一次被人当成流氓，还被喷了一嘴的口水，但他身上的奇怪气息能压制他暴躁的毒素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忍了。他伸手拽着他的肩膀，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喂，谈个合作。随着他的靠近，他胸口的沉闷果然减少了许多。可以啊，卖身还是卖肾？你帮本王缓解毒发，本王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卖身卖肾除外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摄政王。传言有误啊，摄政王哪里不近女色，分明就是个老色批，指不定就是心理变态，不喜欢漂亮姑娘，就喜欢我这种长得丑的。虽然这样形容自己有点不大好，但是这就是事实嘛。姐丑是丑了点儿，但胸大屁股翘，在丞相府虐待下都能发育得这么好，这要是营养跟上，那不是得要呼之欲出。他心里百转千回，面上回应道：我不但可以帮你缓解毒素，还可以直接帮你解毒，就连你双腿都能治好。盛其寒眼眸微眯，他的毒素和断腿全京城的大夫都说无法治愈，他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。但看到他自意自信的笑容，盛其寒对他莫名有些信任。条件，我需要人手、钱财、地位，简单的说，用你的权势帮我做事。成交。沈清堂从袖口的空间拿出几根银针，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扎进他的胸膛，紧跟着他划破自己的手腕。喝！他身体一怔，但猩红的血已经流进他的嘴里，他只能将血咽了下去。他的血进入身体，胸口那种堵塞的疼痛缓缓消散，四肢被毒素冲击的麻木也开始复原。喝了好几口血之后，沈清堂收回手腕，用空间里的灵泉水冲刷了一下，反正都是在水中，盛其寒根本察觉不到他用的是什么水。灵泉水流淌而过，伤口瞬间愈合。他一个飞身
跳脱出浴池，朝着姜糖的棺材走去。盛其寒看着自己胸口上的银针，顿了顿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做。沈清堂淡然开口：自己起来，难道还想让我抱你起来？我看你双腿残废也来去自如。盛其寒脸色阴沉着，用内力跳出浴池。另一个暗卫立马识相的送上干净的外袍，当然还有一件是给沈清堂的。沈小姐，这是给您的。沈清堂接过披风搭在肩上，同时看了一眼面前的暗卫。你比那个铠甲木头懂事，给你颗药丸吃着玩。说着，他将一个小瓷瓶递给他。他有些犹豫的看了盛其寒一眼。盛其寒轻飘飘的嗯了一声：若风谢过沈姑娘。他道谢过后，打开瓷瓶闻了闻，因为沈清堂连王爷的毒素都能压制，指不定能治疗他身上的旧伤呢。他可被这旧伤折磨了许多年了。他没有犹豫的吃下药丸，一阵冰凉后，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消散了许多。王爷这番还真是找对人了，这样的本事就是卖身也可以啊。正在他震惊时，去做事吧。若风看着被挖开一半的坟墓，立马上前挖坟。旧伤得到缓解的他挖坟十分有劲儿，不一会儿就将木棺挖了出来。沈清堂走进棺材旁，仔细观察着，钉子严丝合缝，棺木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。他示意若风撬开棺木，咯吱咯吱几声，钉子被撬开。沈清堂直接翻身进了棺木，没有想象中的腐烂，只是一具骨架子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尸骨的脖梗部分，从颈椎骨一直到胸椎骨全部泛着黑色，这说明他是中毒而死。棺木底部还有已经干涸的黑色血迹，他立马将血迹和毒素收集起来，只要能查清楚毒素，就能顺藤摸瓜抓到毒药来源，一步步查，肯定能查到凶手。若是他一人单枪匹马，自然很困难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有盛其寒的帮助。他将东西塞进袖口中，实则是扔进了空间里。检查了尸骨后，他一股脑的将棺材里的陪葬品装进早早准备好的麻袋里。他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咧嘴笑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呐。这些都是他老娘的东西，这也是沈明义那狗东西做表面功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财物。沈明义拿了江家不少东西，他回去就找机会给他搜刮了。空间这么大，不用来收刮东西，简直是浪费。盛其寒看到这一幕，一阵沉默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应该早就预谋好了要来盗陪葬品。不过从这儿也能看出来，他在丞相府确实很缺钱。想到这儿，他给了若风一个眼神，若风立马心领神会的去拿了一个钱袋子，递给沈清堂。沈小姐，我叫王爷给你的。沈清堂眼眸微挑，哟呵，不愧是摄政王啊，这眼力劲儿真不错。多谢王爷。他突然觉得盛其寒那张冷冰冰的脸顺眼了很多。王爷啊，我想要查一查江家当年的事，可以在府上找一找吗？你自便。盛其寒说完，直接提起内力离开了。得到允许的沈清堂立马在摄政王府里搜索起来。他主要搜索的地方便是姜太傅，也就是他外公的书房。他幼时曾在姜太傅的书房躲猫猫，知道这下方有一个暗格，姜太傅会用来储存重要的东西。他趴在桌下掏出一把匕首，将地砖撬开，果然一个黝黑的暗格出现在眼前。他伸手一摸，一个木质的匣子就被取了出来。他没有立刻打开木匣子，而是直接存进了空间里。虽然他跟盛其寒有合作，但并不是完全相信他。拿到想要的东西，他立马带着小师离开摄政王府。而此时摄政王府外还站着不少吃瓜百姓，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王府大门，等待着沈清堂的尸体被扔出来。可等了许久，看到的却是两道完好无损的身影。霸王花活着出来啦！这是重点吗？你们看他身上的外袍，那不是摄政王的吗？难道摄政王不在家，所以霸王花才能胡作非为？议论声刚刚响起，盛其寒在若风和若影一左一右的拥护下来到了王府门口。你想要的东西。沈清堂猜想多半是跟姜家有关的东西。多谢。围观百姓呆若木鸡，若不是摄政王的左右护卫都在，他们甚至怀疑摄政王被人调包了。但下一刻他们就知道，眼前这个人还是那个无情的战神王爷。若影，动手。若影的身形闪动，啪啪啪，方才辱骂过沈清堂的人都被扇了巴掌，而口出狂言说要裸奔的人，咔嚓咔嚓的被若影划破了衣裳，光着身子站在街上。